微金集团以政治现金转到民众党账户。李文忠传讯审计机表达被告柯文哲感谢之意，贿赂无误。第一个时间很近，确实极为可疑，而且民众党没有办法拿出更多说明。可是它真的跟金华城有关吗？因为柯文哲的问题跟传统的收贿贪污不一样，捐给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它能够算给柯文哲的汇款吗？那如果柯文哲收贿，但是他本人不收钱，让他政党收钱，这个还能叫收贿吗？我觉得这在法律上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1500万怎么来的？首先关键证据，以色列档案当中的1500，可是，在证据层次上很难说服于人呐。因为如果比照以色列，所以你合理推测，这笔的1500可能也是钱，然后这柯文哲亲自领取。可是这个他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交的？不知道。柯文哲拿了这个钱去哪里？不知道。最后说他交给徐子瑜保管，怎么保管？难道把这1000万带去日本吗？都不合理。所以前面胡说八道的，要不要出来道歉一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什么叫做明知违法？检方认为这个叫违法，因为它不是都更法令，不能适用都更方案，但你却还给他容积奖励，所以这叫明知违法。这不对啊，因为金华城本来就不是走都更条例，它就是走另外的一个程序跟管道。就你应该要去探讨这个东西它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这个说它合理的人是不是有拿到钱。但如果你要直接讲，因为不是都更，所以就违法，这说不过去啊，因为全台有很多都是特别的项目、特别的关系给他特别的容积。第二个。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到底1500万怎么来的？那在现场他没有开放记者提问，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 bug， 因为这个东西是经不起问的。首先关键的证据就是工作部的以色列档案当中的1500，可是这一句话到目前为止，他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交的不知道，然后讲说是柯文哲亲自领取，然后柯文哲拿了这个钱去哪里不知道，就是说他有这1500，在证据层次上很难说服于人呐。因为如果我们比照 Excel 的表，前面有写谁谁谁捐了30、50、100，所以你合理推测这笔的1500可能也是钱，可是这个合理怀疑就没有实际的证据啊，这就是今天大家要等一刀毙命的东西没有。尤其先前净减跟弃减扯得太夸张了，什么3、4亿啦，什么区块链啊、冷钱包啦、比特币啦，还有什么在市长室交钱啊，在工地交钱啊，在新加坡交钱啊，那北检都没讲这个啊，所以前面胡说八道的要不要出来道歉一下？而且这跟以色列的档案记载也很矛盾，因为以色列讲11月1号1500，可是11月1号的柯文哲的行程几乎都已经查得差不多了，然后下午3点，柯文哲好像去见什么里长，所以当天他到底是什么时间去拿这1500万？而且他说柯文哲亲自领，那怎么个亲自领？一个人拿1500万，那他拿去哪里？1500万很多很多啊，怎么拿？最后说他交给徐子瑜保管，怎么保管？难道把这1500万带去日本吗？都不合理啊，真的有拿到吗？我觉得，但我觉得确实是金额啦，因为他是有对起来啊，300是300万，确实检方会怀疑他是钱，这个事情不能说检方乱讲。但问题就在于说，刚才汉庭讲到的，即便前后都是钱，他可能那一笔不是钱，当然不合理，但是有罪推定这是错误的。但是检方另外提出了一个方法，用时间序，110年9月12号的时候，沈庆金传简讯感谢柯文哲协助取得金华广场，力邀被告柯文哲到动土典礼剪彩，然后他就在9月20号令吴圈先去提款1600万现金备着。之后金华公司跟鼎悦公司在111年10月18号果然取得建造，19号就动土典礼，而柯文哲也是当时唯一去的大咖的政治人物，所以这里面就被检方认为有勾稽起来。但是其实里面有一个怪怪，如果10月19号他亲自收受款项了，那理论上工作部你应该要继承10月19号，可是他又寄到11月1号，那为什么在10月19到11月1号之间有这个空档？而这个空档，检方解释就是他们另外找了时间面交，所以才会这样写下来。再来用剪彩来佐证柯文哲收贿，这个太离谱。没收贿，市长去参加各种剪彩也很正常啦。今天最烦的就是总共柯文哲收的汇款，检方定调是1710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1500万，再来加一个210万，这是2阶段行贿。那打210万，他说109年3月10号，审计机要求回复12284.39平方公尺的楼地板面积，由7名微金集团的高层汇款人头以政治现金的形式转到民众党的账户里面去。被告李文忠于同年5月还讯表达被告柯文哲收到的感谢之意，综上可知，却与被告上述违背职务有对价关系，属贿赂无误。我觉得这涉及到几个层次。第一个，如果我们把这7个人汇款的时间跟他当时通过的一些时间相对比的话，确实极为可疑，因为时间很近。而且呢，在这个部分，民众党的说明就是讲说这一切就是合法捐献，但也没有办法拿出更多其他说明，或者民众党也没有办法积极的去反击。在这个部分，我看起来确实
很可疑，而且观感很不佳。可是第二个，这就涉及到它真的跟金华城有关吗？这其实要打问号就是对话过程没有很明确的表示金华城帮我通过，给你210万，这个只能用猜的，因为这跟传统的收贿贪污不太一样。可是柯文哲的问题，捐给民众党的政治现金，它能够算是给柯文哲的汇款吗？那我们怎么认定你捐给民众党就一定可以等同于连接到这是给柯文哲的？那如果柯文哲收贿，但是他本人不收钱，让他政党收钱，这个还能叫收贿吗？我觉得这在法律上还有很多讨论的空间。但是如果扩大解释能够成的话，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以后到底企业是可不可以抖内？可是反过来说，柯文哲从2019年、2020年开始跟威金集团有密切的交往之后，他做了很多以前标榜不该做的事情。那如果今天民进党主打观感问题，你更难脱身。虽然今天北检他插的就是死东厂，本案容积奖励系都委会决议认定柯文哲等人违法，因为这个案子柯文哲没有直接经手，所以柯文哲必须跟彭正生是构成共犯关系，或者是他必须有直接连接。对吧？就为什么都委会决议柯文哲违法图利？第一个，被告彭正生承柯文哲之命，没有柯文哲下令一定要通过的证据，所以第一时间要羁押失败。如果彭正生是认罪的呢？目前没有看到相关证词。这就是问题了。如果彭正生单方面咬柯文哲算吗？至少是一个人证，但目前也没有。再来下面，就算都委会通过也是违法。今天在法的层次上，那就是都委会通过，它就叫做合法。我们今天可以讨论说它的这个适法性，但没有像你这样讲，你这跟民进党在那边讲说蓝白通过的法律就是违法，这有什么差别？所以北检与其说他在办柯文哲贪渎更觉得说他是在办柯文哲的人设摧毁对，那你说这有没有人设摧毁？说实在，你跟小沈见12次就会让人家说话。对，因为柯文哲自己说建财团老板都要登录对，他自己没有登录，这是他自己的问题。这段时间有很多人替我加油。我还是相信我自己，不是那种什么图利啦、贪污啦、违法的人。这就是柯文哲被放出来的场景。那柯文哲到底有没有罪？从审判书上面确实我们持平的讲，缺乏直接的金流。还有这个羁押庭当中呢，柯文哲最终用3000万交保虽然北检呢要用徐子瑜来作为一个关键的人物，但目前来说似乎对于北院来讲没有这么样的关键了。所以后续的攻防大概会围绕在到底金华城高管每人30万所赞助的210万是不是所谓汇款，另外1500万的金流确切的下落，或者根本没有这笔钱当中。至于有人说3000万交保会不会价格太高昂，我想就一个总额1710万来说当然看起来比较高，但如果就柯文哲的政治地位比郑文灿更高的层级来说呢，3000万似乎也是会被人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总体来讲，看到柯文哲最后的这个泪崩，民进党要小心了。现在2颗闹着赖清德，绝对是难以安宁一个柯建铭反手打了赖清德一大巴掌，否决了大法官人事；另外一个经历过劫难出来的柯文哲，他的小草支持群体，他的社会的影响力依然是巨大的。接下来问题又回到赖清德身上，赖清德最近可以说是诸事不顺每一件事情无一不在挑战着赖清德越来越脆弱的少数执政，这个已经不是跛2脚可以解释的，接下来要断手脚，所以 wait and see。